你好，我是廖佩薇。我们接下来另外一段了，我们开始要谈另外的3张牌卡。好，如果你抽到的是第4张，我会跟你说，你常常会处在很难动弹的感觉里面。什么叫很难动弹？就是说你常常处在负面的情绪里面，你的情绪里面走不出去，你会把很多的事情都想象成负面的，你感觉不到有人支持你，你不断的付出，不断的希望别人给你，不断的祈求，可是你却得不到你想要的，所以你的心里一直都处在那种好像很怕别人拒绝你的感觉，就是你生怕别人拒绝你，当别人拒绝你的时候，你就好像那个不是你一样，你的某些东西被剥夺了。可是如果你愿意好好的看到你的负面的能量，看到后面实际上有人支持你，我觉得你重要他人养育你的时候，应该在情绪里面是很负面的，你才会造成你这么的负面。或许他有精神上的问题，有忧郁症，他自己没有发现。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孩子很多有忧郁症，可是多数来自于他没有病识感，原因来自于他的父母本来就有了，可他自己不知道。然后他也没有就医，所以他的小孩子就习得那种感觉，那种无助感。因为华人社会不断的跟你说吃药很不好，可是如果你真的很过不去，吃个药吧，让自己先平静一阵子，我觉得再来慢慢整理自己。我个人会是这么想，千万不要对一个忧郁症的人说你不要想太多，不要去吃药。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去告诉他。正确的医学怎么去治疗自己是由医生决定的，不是我们决定的，好吗？好，如果有人对一个人说你真的想太多了，请你远离他，好不好？因为是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觉，我们不能因为我没有这个感觉就觉得他想太多了，好不好？所以你会这样的，你会抽到第4张牌的人，就是你常常会处在这样的负面情绪里面，所以你会常常裹足不前，不知道要怎么往前。但是如果你愿意看到那种你曾经一直在深深压着你的那个负面情绪的话，亲爱的，你一定是一个你一定是个超级的人物，就是说你会变得很有勇敢，往前冲那种人，真的你会得到的，你是这样的人，本质你是这样的人，所以你才会得到这样的正能量。我从上面解释到现在解释都是这样，本质你就是这样的人，你才会得到这样的正能量，而不是你没有，我硬说你有，你就是有，我才会再启发你，开启你这个正能量。所以如果你愿意把那看到别人支持你的那个部分拿出来，你真的是个战将，我真的必须得跟你说，你是超级战将，好吗？你可以做得到的，你真的可以做得到。接下来如果你抽到的是3号牌，3号牌这一张牌我放得非常的危险的一个地方，我故意帮它放，因为一般你们会觉得我有些时候连结得很准的原因，是因为我牌放在哪里是有思考过的，我怎么去解释这张牌卡也是思考过的，我思考过之后我才开始会讨论。那我不会限制说我一定要准，我比较喜欢你可以跟我讨论你的生命。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早上11点到下午5点来找我咨询，或是跟我的团队咨询，或是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购买这支呵护贝纸，里面有依兰的成分为主味。依兰很多人会，如果你是一个很缺爱，或是你是一个很强势的女生，你的依兰味会很臭，会非常的臭，因为精油会跟着你的能量转，所以如果你的精油有一种温润的味道，表示你慢慢的整理自己，让自己没有那么强势的那么的呛的去对待别人。现在女孩子越来越厉害，其实我都会怕我曾经碰到个案一进来就对我态度很差，开始说我就看你有多厉害之类的，所以大多数是女生男生不太会，反正现在的男生不太会这个样子。所以我要讲的第三章就是有这个特质，就是说你小时候可能常常需要被比较。我觉得华人辛苦的地方就是当你一出生你就开始要被比较，尤其是老大，当你的父母生老二的时候，
你真的就会觉得很辛苦，因为你开始需要跟老二竞争比较，你要保持你是老大的心态，所以老大的心态就是一直处在那种感觉。我要讲一个故事，那个陶朱公你知道吧？就是如果普遍知道范蠡跟西施在一起的那个范蠡，陶朱公他有个出生序，他的二儿子杀了人犯罪，就是他杀了人啊，然后就是被齐国关起来，要打算斩首示众。可是陶朱公他知道，他只要拿钱去贿赂其中一个官员，他儿子一定会被无罪释放。结果他就想要叫小儿子去做这件事情，可他的母亲一直觉得他要叫大儿子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老大要承担啊。可是陶朱公就一直不愿意，可是后来还是被压力啊，就老大也觉得应该我去，为什么是小儿子去呢？就他老大去了。去的时候，他送了2箱黄金给那个齐国的一个大臣，这个大臣是在皇帝身边的红人，他讲什么皇帝大部分都会听。结果他送过去的时候，看到他们家徒四壁，他就把黄金放着之后走了。结果隔天皇帝大赦天下，也就是他弟弟不用斩首，被大赦了。原因是因为这个大臣就跟皇帝说，为了你的德政，所以我们来大赦天下，因为他收到2箱黄金。那可是当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他大儿子一听，他就回去找那个大臣，把2箱黄金拿走，因为他觉得不是大臣的帮忙。结果就隔天又重新宣布斩首示众，所以他没几天就被斩首示众了。原因为什么？他二儿子就被斩。原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个大臣去跟丞相，就去跟皇帝说，对不起，可能我没有思考清楚，因为刚好陶朱公的儿子在这个斩首示众的名单里面，所以如果这时候你大赦天下，大家会以为你偏袒他，所以就因为这样斩首示众了。这个法令就收回来。你也知道，古代君说什么，臣绝对不敢说什么，所以就会变成就斩首示众。好，所以就发生这个事情。那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个陶朱公一开始要选择小儿子去？因为大儿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是他陶朱公开始赚钱的时候，所以他感觉到赚钱的辛苦。小儿子出生的时候，是他们家已经很有钱了，所以他觉得有钱是应该的，就给2箱黄金，收，就因为这样产生了生命中不一样的流转。现在相信我说的吗？也就是说，你的生命会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个性所决定的。今天他大儿子可以不被斩首，可是因为他的制约里面觉得2箱黄金好多，可他的小儿子可能就没有这个制约，他就不会去把它拿回来。那陶朱公有预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他依然是没有解决他这个问题。你可能会告诉我，因为命决定他一定要被斩首，可是如果愿意坚持的话，或许就不是这样子。真的是就不这样。所以你抽到3号牌，你会觉得一直在被比较，所以你也习惯要赢，你讲话也犀利，一定要赢，一定要赢的感觉，然后讲话不能太输人，所以你的口齿伶俐很厉害。如果你愿意放下那个一定要赢的感觉，你愿意呈现真实的你，而不要觉得自己是讨厌的人，你是一个重生的人，你会得到一个重生的幸福感，你会得到一个正能量，就是你会让别人感觉到你什么事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能量的产生，也而帮助别人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这是真的，你可以做得到。所以记得这抽到这组牌卡的人，因为他这一次我是2张的，所以抽到这组牌卡的人，你就会有这种感觉。不一定要赢，什么是赢跟输没有绝对的。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今天好像不计较，就变得自己是一个孬种，没有这种，那是孬种是别人想法。如果你要把它变成自己的想法，就会变成一种负担了。所以记得你有那个能力让别人重生，而且你会有极大的贵人会帮助你。这张牌会有这种特色，就是会有贵人帮助，而且会完全抛弃过去你觉得不应该的，你会有新的生命重新开始。
好，接下来如果你是抽到1号牌，1号牌可能在童年的时候你有个特质，家里有点纷乱，经常吵架，经常有一些肢体动作都可能，或是一些比较激烈的方式。那这个时候你就常常会有一些激烈的反应产生，所以你需要的正能量是一种协调能力、沟通能力。这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有沟通能力、协调别人的一个人。也就是说，市场上常说的一种叫做调解委员会的人，你会做得非常的好，因为你不会被两边的情绪所影响，你只是中间的那个因子。所以你在沟通两性或是沟通两个纠纷的时候，你会沟通得很好。但是前提是什么？你一定要是内在去发现你内在的冲突，你内在的愤怒，你内在的控诉，你就会找到你内在真正有的内在自我力量，也是我刚刚说的，每一个人的正能量都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的。今天我谈得特别久，所以我们分了2期，上下有耐心，你的灵魂才会赶得上。太急的话，对灵魂是一个杀伤力。慢慢来，我是廖佩薇。如果你真的很急，你可以预约我，跟我好好谈谈你的生命，我会非常欢迎跟倾听你的生命。只是今天的塔罗牌卡比较长哦，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听下去，因为它对你的生命绝对有帮助，因为你会找到你的正能量。拜拜，我是廖佩薇，祝你今夜有个好梦。